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暴力克星》。游戏一共有3个操作键，一个攻击，一个跳跃，还有一个抓取。其中抓取是本作最重要的操作键了，因为游戏当中很多的背景道具都可以拾取，然后进行攻击或者投掷。另外呢，敌人也可以进行抓取，并且抓取的攻击力呢要大于普通的攻击。这款游戏最大的特色也就是这些可以拾取的道具，不仅有各种的建筑物，还有汽车，甚至是坦克等等。游戏出品于1990年，年代比较早了，所以难度很高，显得非常的硬核。同时呢，是可以2个人一起玩的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玩的是世嘉 MD 的版本，但实际上呢，这款游戏最开始出的就是街机版。我感觉街机版的难度要高于家用机的版本，可能是街机版的游戏呢都肩负着快速的吞取玩家游戏币的任务。刚刚打了一个小 boss 喷火兵。游戏的长度呢是6关，敌人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，不同的敌人呢需要用不同的策略，包括不同的 BOSS 都要有不同的打法。第1关的 BOSS， 这个家伙身上缠着蛇呀，咱们先利用一下场景上的这些道具。利用完了之后呢 ，BOSS 也没多少血了。哎，给了我一脚。大家看这个 BOSS 的攻击力啊，一脚大概踢掉了我1/3的血量。而且游戏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主人公呢基本上是没有受创硬直的。如果对面使用的是一个多盾攻击，那你会持续的掉血。过关之后的界面呢，和家用机版本不大一样。家用机版本呢是玩家手动操作的，你需要击打这个自动售货机，然后出来饮料之后呢，捡起来加血。但是街机版呢就是自动的了。我感觉家用机版本的处理更好一点。咱们这个主人公纯粹就是靠力量，但是你看敌方啊，会有很多高科技的武器，包括刚刚那种机械车。这款游戏虽然发售于1990年，但是它的游戏背景呢发生在2010年。听这个年份啊，它也过去了。故事讲的是在2010年，在纽约市发生了一起蘑菇弹爆炸事故。这个蘑菇弹啊，不知道是谁扔的，但是20年之后呢，有一个叫做大峡谷的组织控制了纽约市。政府部门呢想尽了各种办法，也没有夺回城市的控制权。所以说呢，就重金悬赏，这样主人公的2位暴力克星就开始收复城市。游戏的剧情很简单了。可能当年进行剧情设定的时候也没考虑到啊，2010年过了之后怎么办？当年的游戏呢，大部分都有这种问题。自己觉着呢，把年代设计得很靠后了，20年之后、30年之后，其实啊也过去了。这里需要打一个直升机。好，他的机舱下来了。扔了2次，踢几脚就炸了。现在呢，这个框架也要踢啊。用拳脚击落直升机。好的，这是本关的 BOSS 战了。看起来是螳螂男。这个 BOSS 啊，2种打法了。
一种呢是先利用这些小兵耗他的血，然后呢使用道具；另外一种呢是利用台阶，利用台阶的落差无限投。不同的 BOSS 呢都有不同的打法，比较难的是第5关，还有最后一关的 BOSS。我记得当年第一次玩这款游戏，我和小伙伴呢打到这关，所有的命啊就都交代了。当时玩的是世界 MD 的版本，我感觉 MD 版比街机版跳的要高呢。关卡的设计上呢也有细致的区别。这些道具一定要好好利用，但是呢，道具都是有耐久的。这种鞭子啊，抽几次之后就自动扔出去了。看敌方的这种机器啊，咱们只能抓起来扔，不能开。所以说开车的话，我真是不太熟练啊，让我扔车还可以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小 boss， 这个 boss 啊，它有2个阶段，2阶段呢比较恶心，掏枪，剩的血量不多了。开始了，咱们就利用这个高度差和他打吧。这已经是第3关了，第3关出现的小 boss 呢，到后面都是精英怪，你会遇到很多呀。好的，打完。这些 BOSS 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它的血量都会在屏幕下方显示，这样你就知道 BOSS 剩多少血了，怎么打。而且你也会知道哪一个是本关的精英怪，哪一个是小 BOSS。哎，这个枪打到我了，但是我没有掉血呀，我估计呢是血皮掉了。这个游戏的判定有的时候莫名其妙，敌人明明碰了你好几下不掉血，然后突然挨了一下，你感觉半条命都没了。这一点呢，在最后一关比较明显，但实际上呢，最重要的还是距离。好，前方就是 BOSS 战了，我的血皮果然没有了，现在血量开始掉了。撞敌人一下呢，掉的血很少啊。很多时候呢，尤其打 BOSS 的时候，你要利用这一点，不要怕和 BOSS 进行撞击。如果和被他打一下相比呢，还是撞一下比较划算。这个怪像牛一样，牛头人啊！脚变长了，现在是2阶段，咱们就是封边儿，然后等他跳出来再抓他。跳踢封边啊！这样封呢，其实是有概率被顶到的，但是这个 BOSS 血量不太多，尤其2阶段呢，血量已经是1半了。好的，第4关了。那其实越到后面呢，关卡的流程越长。第4关开始下雪。哎，这让我想起了忍者神龟啊！忍者神龟2代，好像第3关就是在下雪。花式扔车呀！行了，屏幕上已经没有什么供咱们扔的东西了。能扔的东西都扔掉了。好，对面也开车过来了，不要在我面前开车呀！班门弄斧了，属于是。
这个红绿灯好像也可以拿起来。路牌儿。前方应该有 BOSS 战。我的天，把红绿灯举起来还能跳呢，有点夸张了啊！这个 BOSS 啊，到后面也是精英怪了。好，这里就是利用这个台阶扔一下，然后按上按抓取，无限抓就可以了。他有多少血都不够啊！只是一个小 BOSS， 我把路灯杆又扔出去了。这游戏最夸张的应该是扔坦克啊！这是一个邪恶的圣诞老人。好的，干掉了！我的天啊，他在屏幕外边扔了一个炸弹啊，这谁能看到？好吧，其实我只是找借口。那扔出去了呢？如果屏幕没往前带，应该是炸不到我的。好，坦克来了。哦，果然啊，人类举起坦克还是有点费力气的。摔爆了。这已经不是人类了，我感觉他自己可以打一个团啊。这里呢就是 BOSS 战，这三个家伙看起来也是变种人。小的时候呢，管他叫狼人啊。哎，变身了。这个 BOSS 怕抓呀，因为最后一关呢 ，BOSS rush 环节它还会出来。哎，给了我一下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半管血没有了，抓慢了呀。这样的话，咱们过了前4关，那后2关的流程相当于前4关的长度的总和啊。第5关啊，第5关难点就是 BOSS， 一个蜘蛛男，小蜘蛛啊。不知道他是哪一代蜘蛛。幸亏只有一个，如果3个一起上啊，3代蜘蛛同框，我可能是打不过的。这里第1关的小 BOSS 出来3、4个，屏幕的边缘呢可以用来带没很多的敌人。蹲下按脚攻击呢是斜下呀，因为你按下的话就是出拳，但按斜下的话呢就是出脚。脚的攻击距离感觉更长一点。前面有飞机，一共有3个，我大概在这里能打2个飞机，第3个实在是打不了了，体力不支。看起来是地铁站，但是已经荒废了。好的，下楼。这里要打2个墨镜男，但这里的墨镜男呢就已经变成了全机械的了。打他的时候小心一点。好，利用这个高度差。变身了，所以说这个货真的是头铁呀！
机器人嘛，铁头。再摔一下，它应该是可以分头行动的，就是把它的头呢发射出来。这里我要找个机会了。前边呢有人封路，咱们砸他一下。这个也砸一下，好，把路开了。这里啊带不进去东西，咱们只能蹲下滚。前方不远呢，就是本关的 BOSS 战。这个 BOSS 有个特点啊，就是他拥有全游戏当中唯一的秒杀技。把你抓上去，然后呢就是一条命，不管有多少血啊。这个攻击还是比较恐怖的，咱们可以趁他下来的一刹那，然后翻滚躲避。一共大概要抓人抓4次啊。这个攻击躲开之后呢，这个 BOSS 就不难了，因为他怕抓。两种打法吧，一种呢是可以堵在角落，无限的抓腿。好，咱们趁他最后一次抓取，窜线。这是第二种打法，就是他起身呢就是一个突进技，好像相扑的动作呀。然后呢，咱们趁机从后面来。还有一种打法呢，就是蹲在他脚前，然后抓他。起身呢就会被抓。我感觉这样打呢稍微安全一点，因为最后一关呢无限抓脚的话，是因为没有地形可以利用。最后一关的难点除了最终 BOSS 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时间不大够用，有点紧迫。紧起来虽然也很刺激啊，但是这关的问题是太紧了。开场几个坦克，这关见到的呢，基本上都是这种精英怪啊。这个精英怪后面还有2个墨镜男，但是这里呢，咱们把它踢到屏幕的边缘，这样就不用打了，因为时间实在是有点紧，所以说我就偷了个懒，逃课打法吧。你想有3个 BOSS 你不用打了，是不是能节约很多的时间？在前面还有一个地方有2个第一关的 BOSS， 咱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打法把它带没。离它远一点扔啊！又是这2个头铁的货，它分头行动呢，你可以把它的头啊打回去，防的还挺密不透风的。就是这儿啊，咱们需要快一点通过啊！跳踢，不断的跳踢往前跑。好，大概能看到踢到了一脚第一关的 BOSS。屏幕左边那个呢，根本就没刷出来。这里先打这只牛头人。打法呢还和之前一样，其实最好的打法还是把它封到屏幕的一边。然后如果他跳出来呢，你就抓他。但是我感觉呢，在这里的 BOSS rush 环节呢 ，BOSS 的血量不太多，所以跳踢的话也可以。虽然跳踢的攻击力不高，但是 BOSS 血量啊有限。
可以了。蜘蛛的话呢，先勾引它一次，让它吐东西。吐东西呢，近身是没有伤害的，扔到角落，无限的抓腿就可以了。这个蜘蛛摔几次就没了。这个货啊，就是怕正面的抓，咱们这样抓就可以了。打完它之后呢，就是最终 BOSS， 邪恶组织大峡谷的领袖，一个疯狂的博士。剧情之后呢，咱们打完这关啊，这个博士是跑了，可能是留下一个伏笔吧，要出2代。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30年了，也没有见到2代。打这个博士最好是扔啊，节省时间。好，最终 BOSS 出场。最终 BOSS 呢有2点啊，大家要注意。一点啊是他这个脚不要被踢到，踢到的话是75%的血，瞬间给你清空。那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尽量他的近身。这个近身近到什么程度呢？最好贴上，因为你和 BOSS 相撞的话呢 ，BOSS 也掉血。本关的时间有限，并且呢过了关之后。这个时间还会再进行读秒，大概还要读个10几秒。如果你的时间不够，即使是你打完最终 BOSS， 你通关了也会挂一条命的，这个要注意。哎，抓我这个货不吃抓呀，然后呢把我给抓了，打了一辈子焰啊，最后被焰啄了眼。就是近身拼啊！我这血量啊，我感觉他没怎么打我呀，我俩都是撞的吧？2/3的血没有了。好，差一下，最后一下他还跳起来。给他一下。好的，这样还有20秒的时候，你看咱们通关了，上面的秒数还在往下读取。BOSS 跑了，大概又读了15秒。这15秒呢，如果读没了时间，那咱们还是要废一条命的，这一点太恶心了。通关之后呢，主人公一行拿到了赏金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暴力克星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